才知道，在知识的海洋里狗刨。当你在各种照片里理所当然地举起剪刀手的时候，有没有某一刻会感到很困惑？我为什么情不自禁地比起了 V？ 大家为什么也不约而同地比起了 V？ 其实，在20世纪初，这样的剪刀手根本就不是一种常见的手势。当时更加声名在外的是手掌朝内的比 V 方式，而这个 pose 的意思是没老毛。顺便一提，时光似箭，岁月如梭，但这个手势的侮辱性含义一直没怎么变过。如今在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等地，你要是敢故意对人比出反 V 字手势，仍然会有一定的几率被当街暴打。好了，说回他的孪生兄弟正 V 字手势。正 V 字手势，也就是后来大家喜闻乐见的剪刀手，其实正式诞生于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也许聪明的你已经联想到了英文单词 victory， 没错，它一开始的确就是这个意思。1941年初 ，BBC 的比利时主持人维克多·德拉维利在一次广播中号召全体比利时人集体使用字母 V 作为抗战标志，表达沦陷区民众永不屈服的坚强意志。很多人都响应了他的号召，超大号字母 V 很快就被刷到了比利时、荷兰、法国等地的城墙和建筑上。随后 ，BBC 在全欧洲范围内发起了 V for Victory 活动，以达到在战争期间鼓舞人心的目的。巧合的是，字母 V 用摩斯电码来表示是这样的，这个节奏跟贝多芬第5交响曲的开头一毛一样，听起来非常带感。BBC 当时就在节目片头加入了这个可以被听到的 V。这一番天秀操作成功地引起了当时英国总理丘吉尔的注意。在1941年7月的一次演讲中，丘吉尔大力地赞扬了 V for Victory 活动，而且他自己从此以后就开始在各种公开的场合频繁使用 V 型手势。这就是历史上第一个爱上了比剪刀手的大咖。顺便再一提，丘吉尔在2战期间热爱比正 V 字来表达战争必胜的决心，在战后也很热衷于比反 V 字来怼自己的政敌。好了，这一段历史总结一下，就是从1941年开始，由 BBC 带头，丘吉尔大力推广 V 型手势，就正式成为了胜利的象征。但是在越南战争以后， V 的含义又有了新的变化。当时很多反对越战的抗议者们开始把 V 视作和平和反战的标志。这个变化的原因不太可考，但很多人认为可能跟在越战结束后双手比 V 的尼克松总统有关。总之，在当时的美国街头，越来越多的嬉皮士们喜欢在说到 peace 的时候比一个 V， 渐渐的 V 就成为了众所周知的和平手势。这也可以解释现在的欧美人民为什么很少在拍照的时候比 V， 因为在他们心中，这个手势要么代表胜利，要么代表和平，这都是比较庄重的含义，只适用于一些特定的场合。那话又说回来了，既然不是受到欧美的影响，中国人这个随手比 V 的拍照习惯到底是怎么养成的呢？实际上，这个锅可能得让日本来背。20世纪70年代，日本民间第一次兴起了拍照比 V 的风潮。一方面 ，V 型手势在60年代末开始通过漫画、电视剧和广告等形式进入大众的视野。另一方面，也许还有一个颇为偶然的原因。在1972年的日本冬奥会上，美国花滑选手珍妮特·林恩在比赛的时候失误摔倒，但是她却没有露出沮丧的表情，反而扬起了灿烂的笑容。日本人都觉得这个姑娘太励志了，太招人喜欢了，于是各大媒体争相报道。偏偏这位选手又正好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总是喜欢在日本媒体的镜头前比 V， 于是很多日本民众不明觉厉，纷纷模仿，就这样掀起了拍照比 V 的流行趋势。不过入乡随俗嘛，这个手势的含义在日本有了很大的变化，跟和平或者反战不再有联系，而是单纯的表达一种开心、舒适的情绪。特别是日本的女孩子，她们比 V 主要是觉得这样比较可爱呀。摄影 App Snow 在2016年拍了一支广告片，总结了日本20世纪以来的拍照流行手势变化。其中1980年代正是双手比 V 的姿势最受欢迎，而到了2008年则是单手比 V 的姿势雄霸天下。而中国恰好在这一个时间深受日本文化的影响，于是剪刀手霸权开始在中国初露端倪。而且日本文化的强势也影响到了他们的另一个邻居韩国。21世纪初，很多韩国明星都喜欢在拍照的时候比出灿烂的笑容和灿烂的剪刀手，所以那些年很多避开了日风却没躲过韩流的中国少年少女们也开始在比 V 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在那个年代，就算你既不哈韩也不哈日，但是当身边的同龄人都纷纷开始比剪刀手，你也难免会随波逐流。而当孩子们都比起了 V， 父母那一辈也就不自觉地跟着长了个姿势。就这样，中国逐渐成为了知名剪刀手大国，全国人民都特别爱在拍照的时候比 V。剪刀手的历史问题说到这里就正式告一段落，不过还有番外呢。现在日本和韩国已经不流行比剪刀手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花样比心，就像这样、这样，还有这样。而且这还是一种欧美人民无法理解的 fashion， 每每让他们神情恍惚，表情扭曲。而现在的中国小孩也没那么爱比 V 了，或许在他们眼里 V 型手势就跟微信一样，是中老年人的专利。
你可能是中国乃至全球最后一代剪刀手，别嫌它土，那是你正在逝去的青春。你可以在微博、微信、喜马拉雅、B 站等平台找到我们。